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中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我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寿，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从电视新看法到看法改变世界，20年，与中国视听的每一帧进步同行，念念不忘，蒸蒸日上。Can feel it burning, feel the power rushing into my veins. Like the way. 3月初的广州即将风起云涌。这将会是一场残酷的挑战。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
闯过这一关，你才能看到更大的舞台。平常心对待，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这是一次能扬名立万的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各位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没有太大的包袱，会珍惜这一次机会。目标的话，希望不留遗憾。我想突破自己，勇敢走出第一步，想要证明自己，不辜负大家的厚望，渴望再次回到这个舞台，再一次创造奇迹。深渊的呼唤九，我们来了。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月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队登场。拼尽全力吧，欢迎 Zoo。陶神，你的夜师美了哦。欢迎林晓、小海、吴冉、羊驼、小雨、板车、冉维，欢迎 Zoo。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欢迎北京 WBG。好的职业队不比民间队差。欢迎武志、捏捏、陶晚安、回忆、过客、空调，欢迎北京 WBG。这里是第1周第3天第1场的比赛，由 Zoo 对阵北京 WBG。接下来的比赛，让我们共同期待。Hello， 各位正在屏幕前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怪咖。大家好，我是解说林芷。那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要感谢主办方网易游戏第5人格对 COA 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官方合作直播平台 C 直播、哔哩哔哩直播、快手直播、虎牙直播、斗鱼直播、抖音直播、小红书。官方合作媒体人民电竞、悠久网、一钱字节对本次赛事大力支持。柠檬多多柠檬茶，果子熟了多多柠檬茶，邀你一起多多干杯，为选手助力，为赛事喝彩。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吃华莱士破译炸鸡迷局，上华莱士自助点餐小程序，吃哇大哇香脆炸鸡，灵魂炸鸡神演绎，美味一战全破译。感谢第5人格赛事特约合作伙伴百视通，通过 IPTV、互联网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等平台的百视通云电竞专区收看全程赛事。哔哩哔哩深渊大舞台征稿活动现已上线，上 B 站看 COA 9。即日起至2026年4月12日，带第5人格 COA 9话题或其他活动话题投稿赛事视频，满足投稿量、播放量、点赞等多个奖项条件，10000元奖金等你来拿。持续更新猛涨粉奖励，还有加码。相信你一定对全明星 OB、复盘、锐评等赛事栏目非常熟悉，而站内还有超多有意思的赛场视频等你来看，更为你喜爱的选手们开启直播放送。没事多来看看大家的排位日常哦，扫码屏幕下方2维码直达活动页。快手第5人格 COA 9征稿活动现已开启，即日起上快手带指定话题发布第5人格赛事相关视频，10000元奖金、100万流量激励等你来拿。辉煌共筑不朽传奇 IVL 官方出品的电竞收藏卡第5人格赛事收藏卡 IVL 2024秋季赛全渠道火热发售中，视觉锐意革新，工艺极致淬炼，方寸之间封存传奇，历史换回，激昂记忆。感谢官方内容合作
伙伴网易大神对本次赛事大力支持。上大神看 COA， 完成观赛任务即可兑换大神专属 COA 应援礼包，还有灵感碎片等多重游戏好礼等你来拿。看赛事评分榜，锐评 COA 9新鲜事。参与赛事竞猜更有机会赢取西式时装购置金，快上大神 APP 参与吧！也是来到了我们今天第3天的比赛，其实前面2天也是有非常多精彩的比赛的。是的也有很多我们这种民间战队对阵职业战队的一个对局，而且就在昨天已经有这个出现了我们的第一只黑马能够战胜职业队的队伍。是的，其实前2年的 COA 也是有一些民间战队战胜职业战队，不过这个版本的话，其实感觉对于民间战队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先看一下目前的赛事日历，现在是第1周，周4、周5、周6、周日都是有比赛的。然后后续是周5、周6、周日，然后是周6、周日，也是有我们分别的这个不同的小组赛，跟后面还有复活赛嘛。至少还是得要先赢一场。看一下总奖金池是800万人民币。冠军是300万，亚军是100万，季军62万，殿军50万，然后5到8名30万，9到12名20万，然后13到16名是12万，还有17到20名是10万。今年的奖金也是更加的丰厚了。看一下目前的晋级图情况。有些队伍已经获得1场胜利了，那其实只要再赢2场就有机会晋级了。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胜者组的决赛嘛，后面。对的。看一下这边是 B 组的晋级图情况。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获胜的职业队伍也要面对这个职业队伍了。因为你像昨天的话，就是 GS 令已经是赢过斗武1场了。那后面的话也是要对战 T1。对的。那看一下 A 组的一个败者组情况，那前面已经失败过1场的队伍，其实也不要灰心，后面还有机会打回来。这边也是 B 组的败者组。也是要经过重重的这个磨练嘛。来看一下今日的赛程，第1场是 ZOA 对阵 WBG， 第2场成都 GG 对阵 ACT， 第3场 X Team IBCCC 对阵，然后 CJ 对阵 FPS 朱雀。那像今天的话，第1场也是一个民间战队对战职业战队，而且这个民间战队其实它也是有很多一些前职业的选手在里面的。看一下他们今天备战的怎么样了？没错，很期待啊。因为其实感觉看了昨天的比赛，有一些民间比较绝活的监管者，像昨天的一首韩米弗莱迪他的练习，就直接上来就来了一个4抓。因为这个版本的话，你不得不去防这个版本的像跛脚羊喧嚣这些角色，然后你还得去提防这个台球手，最后是这个绝活。其实这3手里面是完全有一个轮换在的。是，而且你像今天ZOO的监管者，因为吴七他也是一个绝活的使徒安嘛，而且他的使徒安是在之前的比赛上来已经是完成了一个4抓，所以感觉像今天的话，可能就是要好好防备一下，因为很多那先看一下第1局的选图吧。因为很多阵容你可能打出来对上使徒安的时候，可能是有点乏力的，但是他比较适合去应对一些版本强势的角色。没错，看一下北京 WBG 是搬掉了月亮河公园，还有唐人街。也是搬掉2张大图，那看一下ZOO这边是选择了湖景村。没错，感觉今天上来的话，两边战队都是想要在大图进行对决。湖景村的话，其实也是监管者会比较舒服的一张地图。是的，因为其实民间战队敢去选湖景村，求生者那边一定是要扛住压力的。而且我记得之前的这个使徒，拿多抓好像就是湖景村。红教堂吧，好像是红教堂。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前面的比赛是比较多嘛。那看一下今天的话，也是ZOO的主场。那看一下ZOO的成员介绍：林晓、小海、吴七、羊驼、小雨、板车、冉维。没错。那来看一下北京 WBG 的成员介绍，他们有武志、捏捏、陶晚安、回忆、过客，还有空调。也是期待一下他们今天的发挥。因为其实感觉有一些这2个队伍之间的队员还是关系比较好的，比较熟悉。对的。而且喊话的时候已经上来说陶晚安的机械师要被ban了。但也有可能是烟雾弹，毕竟现在来说，你机械师拿出来还是要去防一手台球手的。
不过陶宛安的话，他本身的机械师也是属于那种麦娃流的打法。对他的一个短板博弈基本功非常扎实，甚至面对台球手这种角色克制的手，也有一定的牵制能力。是的，其实麦娃流的话本身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就怕你可能给的存在感比较多，但是还是没能牵制足够的时间。不过陶神他本身的一个牵制能力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先来看一下陶宛安的一个数据表现啊，场均演绎分是8762，局均牵制131.07啊，还在目前的一个第3。局均这个16的时间也是到57.08秒，非常久的一个牵制时间了。常用角色也是机械师还有气象。像陶宛安的话，也是属于队内非常能够去牵制跟抗压的位置。没错。像陶宛安的话，本身也是在基本功方面非常的扎实，所以队内是特别放心的，让他去多练一些新的角色。这边是过客，演绎得分是7749，牵时长是26秒，破位进度是229，排在第6，逃跑率100%，排在第1。最近这个不太需要他进行一个 OB 啊，这个更多是负责去破译，因为牵制的实在是太稳了。对，你看陶宛安的牵制时间，对，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逃生率啊。目前的话，因为也是刚刚才有2个比赛日嘛，可能之后的数据也会有一些浮动。会根据每一场他实时的一个计算嘛，看一下后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了，看选手的个人状态会不会一直是一个饱满的状态。那看一下空调的一个数据，场均演分是8999.5啊，非常好看的一个数字。然后局均牵制34，逃跑率100%，然后局均破译120，也是排在第9的一个位置。像空调的话，也是属于逃跑率，目前跟过客都是排在第1。因为在上一场，其实北京 WBG 的比赛，他们也是求生者那边发挥的非常好。对的。所以目前的逃跑率都是比较偏高的。上一场比赛，个个上来都说要修理空调。看一下回忆这边，演绎得分是9190，牵制长是44秒，局均救人2次，排在第3，破位进度160，逃跑率100%，排在第1。回忆的一个救人位是让人非常安心的啊，他的一个救人位的角色池是非常深的。那你像3个都是100%的逃跑率，那那谁不是呢？就只能说他真的是牵制的太辛苦了。对，陶宛安每一局就是燃尽自我啊，牵制，最后留在庄园陪监管，然后把队友护送出去啊。确实也是个人基本功跟能力的一个体现。这边是北京 WBG 的教练杨 Sir， 是老教练了。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打法。毕竟对方是一个已经打过的，就是你绝活可能你拿过以后，后面的一个结果就不太一样，对方教练肯定会针对性的 BP 的。这边是 ZOO 的监管者吴七，别人的分是11284，局均击倒7.67，排在第4，局均淘汰是2.67，排在第5，局均恐惧震慑0.67，排在第3，局均击倒用时是52秒，排在第4，四抓率33，排在第5。整体看数据的一个表现来看，就是一个小6边形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那还是比较饱满的。常用角色是使徒安和艾维。其实他本身也是经常会发布一些可能使徒安的对局，可以多去学习一下。对，毕竟绝活嘛，就是我的教练柚子。柚子也是一位老教练了。对，以前也是前职业选手嘛。前职业选手，然后也是转职为教练之后有一些执教的经验。看一下第1回合啊，北京 WBG 求生者上来也是带着一个抗压的任务，对吧？主要湖景村这个地图选出来，确实会对求生者那边造成一些压力。毕竟这个ZOO的监管已经暴露了自己一定的角色池了。所以还是要去防范一下已经出现的，当然也要不能因为太防范这些已经见过的监管，反而疏忽了一些还没出现过的，说不定他藏着一手。对，我感觉一般都会藏一手。对，因为你其实一个 BO3 赛制加上全局竞选班位，其实需要你有一个4、5手的角色池。没错，这个已经是最少的了。哦，上来还真把机械师给摁了，先知机械，就跟赛前喊话一样。就直接不放，极限没喽。
守墓人加古董商的一手选择。现在第一回合的话，古董商的一个出场率就越来越高了，因为可能搬不到他了，要搬其他的体系位。搬掉气象，选了一手木偶师，也是很扎实。后面感觉还是比较偏向于万金油的选择，那直接把飞行家给他搬掉了。那还有园丁魔术师之类的，如果比较省角色的话，这2手是个不错选择。感觉魔术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毕竟大地图嘛，你说这种队友之间是很难进行一个联动的。哎，来了一个教授。现在教授经过改动以后，确实16机会更大了一点。而且本身教授经过调整，我觉得他自己本身牵制起来确实会更加的舒服。有机会在第一个这个鳞片被骗掉的情况下，16溜出来，再溜出来一个鳞片。你想木偶师其实他本身的一个登场率也是非常非常高，同样的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调整的。其实他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舒服，能够去充当第2手救援位的一个牵制位。对的，而且他的一个牵制非常稳定啊，即使是携带化险为夷没有牵制天赋的情况下，就靠自己一个路易，再加上短板的一个博弈，地图的理解、转点的一个理解，就能牵制一个非常合格的时间。是的。尤其这个版本其实本身也是有一定的调整嘛，所以也是降低了他面临双倒的一个风险。救人更是只要不被提前拦截吧，到椅子面前，这监管者没什么博弈机会啊，哪怕正射也能稳稳的掏下来。就看一下，面对这个阵容，其实使徒还不错，毕竟你是有一定克制到这个古董商的。虽然以前啊，我们是觉得比较克制到这个教授，但现在的话，教授是大胆的可以用鳞片去抵消这个使徒猫的一个控制。对，使徒还是选择自己的绝活，相信自己的一个熟练度。那就看一下他这把使徒的表现了，因为其实上一次他们在对战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北京 WBG 嘛，然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些信息差，或者是说你整体呈现出来的一个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北京 WBG 这个赛季刚上来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他们的求生者表现整体都非常好。看一下这个地图的区域选择吧，还有天赋的携带其实也蛮重要的。这张地图，你说带飞轮的话，不太能够牵制使徒。对吧？可能还是要去围绕着密局版区，像双11啊、大船这种高低差，去玩这种板窗啊，去这个弹射加速。看一下这把的区域选择，感觉还是比较常规，大门2个，然后小门2个，小木屋的教授，小船的木偶师，然后是大船的古董商以及大门的守墓人。整体选点还是比较分散的，而且把被克制的古董商放在大船比较安全的点位。那选在这个位置，可能前期就要去木屋找教授，或者说抓木偶了。但其实从化险为夷的角度来看啊，木偶是携带化险为夷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教授就带个化险为夷加这个双弹。就看一下求生者这一把的一个想法了。如果想要去追一个平局往上的话，2个化险为夷是必不可少的。就你现在第一局至少都得带2个，多的话也可以考虑3个，也是2个化险为夷，2个，而且回光返照带的还是比较多的，有4个。且这把也是没有去携带手飞轮，带的是膝跳反射会比较多。尤其这里是带了底牌挽留，很自信。那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由北京 WBG 的求生者面对 ZOOM 的监管者，为解说零指解说怪咖为您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开局的追击选择，果然还是抓这个更有可能携带化险为夷的牧师。第一只猫是已经咬到了，哎，这波很大胆啊，很极限的一个身位，就是省下了一波路易。不过双11的话，2块板子都已经被用过了。那整个双11其实后面在没有牵制天赋弹射的情况下，博弈起来就比较有限了，可能交一只猫就得必须提前交路易。
不然的话被晕住以后就晚了。哦，很细节，用诗句去抵消这个沉默。而且捡到了教授的鳞片，后面也可以走位扭猫，然后去博弈。那咬到的话，那还是要提前交了，反应很快。哎，这里的话想过来先赶一下，稍微干扰一下密码机，反正也是等猫才能够进一步的压迫了。是的。不过感觉他的话，可能还是想用猫去干扰一下教授那边。又打到10局上，那这样的话，一会儿结束还有一个小加速。其实整体的一个牵制时间还是非常不错的。想省闪吗？还是选择直接交了？交了之后，其实密码机也是差不多3台。不过湖景村的话，因为本身地图会比较大，所以需要一点跑图的时间。对的。而且因为你也是闷掉了一个化险为夷嘛，所以现在外面的话是只有守墓人的一个化险为夷。是。不过木偶师现在即使是化险为夷期间，也可以交出路易嘛。所以说，只要救下来，反应够快的话，交出路易还是有一定的26空间的。这一波看一下纸猫跳回去，有点危险。回忆选择直接掏吗？还是直接救下来了？对，木偶师这里又是一个漂亮的诗句抵掉了平 A。但是这一波应该大空地是活不了的，对，只能倒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古董商想过来吗？过客在旁边，感觉过客的话好像还是先往大门那边赶了一下，倒到中场，应该是不太考虑在这一波过来了。而且看一下压满要不要考虑？就是走位看起来应该是准备保平了，因为守墓人并没有破译新的密码机，而是选择去找队友互摸。调整状态的话，就是压满之后让过客过来扯一波。扯一波以后，保证队伍整体的一个状态。后面再让过客躲起来，2个满状态再去扛压。是2连棍，纸哥还是打一刀。不过这的话，再来一关。好，还用身体去卡位啊，做到了极致了。就看空调接下来一波路易能不能废只猫了。不过整体的走向其实还是比较偏保平。因为空调的话，现在这个状态也很难说拖到你还差一整台的情况之下能拖到开门战。对的，这波晕住应该要倒了，就过客选择扛压修吗？一会儿技能马上好了，其实这个时候还是要尽量去找队友，在一个没有密码机、监管者离得比较远的地方补一下状态会好点。密码机不放的话，其实监管者那边可能也不会去赶。现在开始撒手跑了。最后3台还是离得比较远了，大船跟这个小船各1台，然后角落1台。选择在后面先去苟一下，那这里的话比较看武器它的一个排点，比较难排吧。这个点的话，耳鸣还没起，是，现在起了。然后双11这个地形太多高墙，太多可以蹲的点了。光靠一个耳鸣，你排下来至少要花个40-50秒，而大船已经在破1了。而且刚刚其实耳鸣只亮了一小会儿，可能就1-2秒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运营对局啊！就是求生者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太大办法去保证4人开门战的情况下，果断的选择保平，去提前调整好状态。这样监管者即使淘汰一个人以后，也没有办法快速续到节奏。即使续到节奏，外面也有满状态能够去救人。是。然后密码机也比较分散嘛。而且现在的话，其实2个人都可以去破译小船的那传送当交。如果说能够牵制一会儿，那可能就有说法了。一个 A 晕，但是是2段晕的比较短。教授这里还有鳞片，还有操作空间，还有一个窗台，这波可以省个鳞片直接窗台。密码机的话还差小半台。看这个身具1段跳，还有1段跳木压，没有选择交，也是可能想省一省嘛，让队友救一波。因为你交了的情况下，也很难牵制到这个密码机压好，可能还是要救一波，不如留到开门战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操作空间。是的，这也能看到北京 WBG 的求生者队内交流，一定是报了说我可能还是会倒一次，就熬不到开门战了，所以他们是让回忆提前过来了，不然这里还有一个被拦截的风险。对，也是为开门战做一定的准备嘛。就是监管者的目标是怎么样开门战快速击倒人，而求生者目标是开门战的时候尽量多撑一会儿。你看，这里的话，陶晚安得稍微拉走一下大门，不过武器的话可能也会去管一下大门的回忆，所以回忆那边也不能说紧贴着那个大门。
还是要给到一定安全的身位。没错。但这一局的话，传送是很大机会拖好的，所以还是给到一个3抓面，就看一下回忆这一波能拖多久了，能不能撑一只猫。跳已经都在 CD 了，应该得下一只猫才能击倒。小门再点了，那这样就看陶晚安能不能冲到小门去。倒了以后挂人，门是稳开的，而且这里离椅子还比较远，除非先传。已经差不多到了，但然后一看你选择挂的话，就差不多可以走过去了。就是即使传过去能在门口击倒人挂上的话，这边也是有自愈的，所以很难去进行一个夺抓，最终还是选择保平。而且刚刚他也是防你打倒了之后直接传送，所以唐婉那边是在木屋附近先卡了一会儿，看你要不要挂。如果你选择挂，他再直接去门；那你选择不挂的话，他可能就往后退了。对的，做了2手的一个准备。在湖景村这张地图能够保下监管的一个平局，我觉得双方都能接受吧。总的来说角色上也不会牺牲太大。其实感觉刚刚那局平局还是运营的非常不错的，而且过客那边因为他是休了一会儿之后，差不多该过去监管者赶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去卡着一个耳鸣，所以也没有说直接被续上节奏，虽然说没有调状态。就是他整个队伍啊，北京 WBG 求生者对于监管者这个辅助特质的冷却计算的很到位。当时还有20-30秒，即使我修了，你知道我古董商在双11又怎么样呢？你走过来也得20秒，这个时候我早已经逃着要躲起来了。那最终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这把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首先就是空调它的一个牵制也是比较成功的，牵制的时间也是差不多3台密码机，只不过是湖景村因为它本身的地图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你需要一点跑图的时间。然后到了开门战的时候，2个人又卡在大门，还好他们也是牵制够了。对的，都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嘛，有鳞片，有这个铲子。来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这把牵制最久的是空调的木偶师113秒，然后是陶晚安59秒，然后回忆53秒，过客是28秒。武器这边是命中了14次，击倒6次。那上来使徒安其实保平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能接受的，毕竟你也是全局竞选进去的是一个使徒安嘛，后面还有很多比较适合版本的角色。对的。而求生者这里的话，你看教授也好，木偶师也好，第一回合用掉其实不太心疼，对吧？也本来就是一个偏向求稳的一个角色。而古董商的话，后面也有很多平替啊，像弓箭手、勘探员啊，有的是选择。而且各种飞天走地的角色其实都还在。现在这个版本其实最不缺的就是万金油，那就看一下双方换边之后，因为其实民间选手他们想要去赢过职业选手的话，你有的时候光靠一个万金油的牵制也不太够，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小巧思或者小设计。对的，对于地形的一些运用啊，你像一些 OB 位，它可能光靠自己 OB 不一定能起效果，但是配合上地形就可以。你像湖景村的话，倒在这个船尾那个位置，倒到最角落海边，本来捡起来人挂椅子就减速，再来个勘探员3个磁铁，肯定能吸下来一波。是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像园丁的拆移体系也是在湖景村可以用出来的，因为它可以去倒到一些比较偏角落的地方，然后再去卡你近点的狂欢之椅。以现在园丁的一个稳定性来说，真的就是选了一个稳定的角色，还附赠一个拆移体系，监管者可能因此还要去让自己的小天赋点到巨前上，不然的话，万一来一波，那比赛瞬息万变，可能就翻了。还要附赠一个化险为夷。对，因为园丁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多带一个圈。没错。看一下双方换边，接下来我觉得扛压的应该是zone的求生了，毕竟湖景村的话是一个监管者比较能拿分的地图，2个门离得太远了。像上一局的话，使徒的传送也是好的，就看他想不想争。但是如果硬争的话，也是没有在开门战前铺垫更多的一个开门战优势嘛。比如说你把开门战前道具消耗掉，可能你那个船才更有机会去拿多抓。其实的话就是要看一下他击倒守墓人的一个时间，如果快的话是可以直接传的。那看一下冉维这边，营业得分是6686，均牵制69秒，救人次数0.67，破进度是119。冉维的话也是之前的一个前职业。没错，常用角色是守墓人跟园丁。很活跃啊，经常能在这个后台的时候看到他很活跃啊，跟谁都能交朋友，比较会活跃气氛的一位选手。像冉维的话，可能之前在 TE 的时候上场的机会会比较小一点，看一下这次能不能在 COV9表现出来。
那看一下下一位选手羊驼，场均眼分是7714，举金牵制61，1654，举金破111，举金救人2次，也是排在第3。他不是一个主打救人位，但是他的一个举金救人次数也很高。你看拿教授啊，拿入殓师啊，往往就是需要自己反身自救一波嘛，然后后面还得牵制一个不错的时间。他的话，其实在上一场的比赛，感觉有几波都是打得非常不错的。就他主要是作为一个第一波牵制的位置嘛，然后牵制的时间也是非常足够。同样的，也是一位前职业选手。没错。感觉每年 COA 其实都有一些可能之前打的比较多，是充当一个替补位的选手去打 COA。是给自己谋个出路嘛。那看一下下一位选手小雨，场均眼分是6726，然后举金牵制60，1636秒，然后是举金破139，逃跑率67。常用角色是勘探，还有咒术。像小雨的话，他也是排位的一位操作手。在很多对局里面都能看到他。看常用角色真的能看出来一个人在队伍里的定位啊。主要是玩勘探员咒术师的，那就是 OB 位，自身要保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牵制时间，而且能够在队友需要的时候能保一保。就要求你本身的基本功也是比较扎实。对的。看一下林小林的分是7973，举金牵制69秒，举金救人1次，破击出147，逃跑率50。主要救人位嘛，就是主要负责这种佣兵啊，然后大副。现在我感觉啊，救人位真的就是守墓人大副的一个出场率会高于佣兵。对，不过感觉最近的佣兵已经是，登场率有变高。有变高，确实。就之前可能更多的选择一手逃脱大师骑士，可能最近是佣兵真的变多了。大地图的时候很有用，3个护腕控场，谁看了不吓人啊？是。看一下北京 WBG 的监管捏捏的一个数据啊，常见文是11555，举金击倒6次，举金淘汰2人。这个举金击倒用时确实是比较久了，毕竟最近玩的控场型监管比较多嘛。像这个台球手的话，追第一个人确实会比较花时间。最近其实感觉可能是赛季刚刚上来，大家也没有完全是适应这个版本。像台球手的话，中后期可能都会面临一些无效控场的情况。就经常是在最后，然后就一直去找，但是问题是也不击倒，就光找人。对，还是要全场去逛。运营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嘛，要么消耗道具，要么消耗场景的一个板区。但如果说只是打到一格状态，然后后面他们直接去调整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对决的收益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对，现在求生者也基本上都会点愈合什么之类的。然后慢慢去跟你打运营，把这个状态调起来，也不给你一些去续节奏的机会。是，看一下现场的一个观众应援啊，是陶晚安，还有这个过客的一个应援，还有北京 WBG 的，是希望他们比赛加油的啊。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发挥吧，因为感觉其实北京 WBG， 尤其是求生者这边，在最近的状态真的是非常不错。是。捏捏的话也能做到稳定保平嘛，当然他的一个角色是需要争分的时候也是能拿出争分角色的。像台球手其实也是非常能够去争分的一个角色。看一下下半局，上来这个地图是搬了先知古董，知道捏捏有台球手的情况下，机械师应该不作为一个首选。弓箭手，大夫。先把救人位拿下来。主要打台球手的话，他特别需要求生者那边有一些能够去进行牵制，就有道具的角色。落地之后有一个去拉开身位的说法。对，有一定的陪跑能力也很重要，前期就可以进行一个陪跑嘛。木偶师搬掉，那要不要拿个园丁？园丁，那就看一下最后一手。最后一手，像气象飞行家也不错。对，差一个万金油。或者是刚刚的魔术啊、教授这种，其实功能性还是比较一致的。是，搬掉教授。主要已知对面的话有个台球手，确实不太好拿机械师。最后一手，其实医生
飞行家，感觉医生在调整之后登场率也是挺好的。是挺好，但是医生现在我个人的理解是适合小图，你要队友来帮一帮，光靠自己的话其实比较有限，但队友一帮那就是质变。不仅保证了整个团队的一个下限，对吧？还能去扛刀、去卡位、去创造上限。而且医生，我觉得他目前能够去面对的角色还是挺多的。对，像跛脚羊之前我们也是有见到过，说你拿出来之后打体系，一直扛刀，跛脚羊愿力不够，确实。关键医生扛刀的很多时候能扛到这个密码机本来差很多，但是2个人陪跑他都能够。是，最近也能看到很多这种关键性的扛刀，对于整个对局的一个改变是很大的，也很考验现在监管的一个针对刀能力。阵容上面选的还是比较全面的，万金油稳就位加一个 OB 位。年年打这个阵容的话，选择很多啊，其实套跛脚羊也 OK。感觉好像是有点犹豫了，还在思考。可能因为选的阵容本身也是比较全面一点。就想要争分的话，还是要去拿一下这种比较强势的角色的。这个阵容的话，还是比较全面的嘛，是吧？救人稳定性、牵制，而且还有 OB 位，所以拿个跛脚羊，前期大地图可以先压迫一下走位，攒够愿力再去追人，打一波爆发。其实现在园丁调整了之后，感觉现在第1局可能都在上。之前偶尔还会去摇摆一下别的角色，像魔术师这种。最近可能真的是园丁的登场率会更高。对，第1回合的木偶师、园丁还有这个魔术师这3个角色，基本上都能拿出来一个。去选择的话是大船的飞行家、海边的园丁、大门的大副，还有小船的弓箭手。园丁这个选点还是比较有说法的，就是他前期既然有一个50秒的盾，那就打得比较嚣张，对吧？我开局就破1，反正你兜兜转转你来抓我，是吧？除非你50秒后来抓我，不然的话我50秒前我不修，我拉点是没太大意义的。而且能够开局先把那些可能之后修不太好，开局优先修的密码机更好的这些密码机给它修掉。底牌挽留跛脚羊，然后求生者这边的话是2个化险为夷，弓箭手这边是膝跳反射加飞轮效应。这把双弹带的是多于飞轮的，可能还是防跛脚羊少了一点。现在进入到比赛方面，本场比赛是由北京 WBG 的监管者对战自的求生者，由解说怪咖林芷为您带来 COV 实时赛况解说。开局，想要先去找一下大门的大副，林晓有想法，但大副在牵制跛脚羊上面，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一些的。对，所以这里的话，感觉也是先看一下第1段表。只是找大副看个时间。但我过来先逼个道具，我觉得会回头这么早交一个怀表不抓吗？好像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他如果有想法的话，更早就回头了。是，现在好像是一直想要去找那个园丁。那这个时候已经开局过了一会儿了，园丁得蹲一蹲了。但看一下呢，哎呀，这也看到了，盾太大，蹲不住啊，开始拆乙了。就本来如果这个盾掉的话，可能还能蹲住。对。哦，当然这里的话是直接给到了一刀点，太快了。一刀很快很快。把椅子一扶，反正也是要等一波，而且你这波过来的话有闪现的，直接闪现过来击倒，快速击倒啊！相当于是界面就直接把这个园丁处理掉了。对，然后空闲时间还修了个椅。那园丁拆过的椅子，再加上自身的一个座椅，可以变成一个大副，对吧？座椅还是比较能坐很久时间了。可能也是能够稍微弥补一下被击倒这么快的一个速度跟时间吧。排一下飞行家位置。
飞行家3连喷，哇，跨越地形的能力还是很强。一刀救下来，密码机不太够，为什么2个人走同一个方向呢？这样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双倒面，但还好这波短板博弈很优秀。那可以再去拖一个围龙，而且现在愿力的话不太够。 技能第1波也吃了，看一下能不能第2波牵制，把第1波缺的时间给它补回来吧。哦，选择不牵制了，但感觉这波没有愿力，没有技能，是不是稍微牵制一下会更好？对啊，再卡个回响盾啥之类的。哦，因为其实已经让队友来 OB 了，是想倒一个角落，射下来。但是你刚刚个人牵制都不需要 OB 啊，因为其实海边的板子也都挺多的。 可能是担心自己没操作出来，然后倒的离椅子太近，对 OB 位 OB 不了。但现在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废2个围龙，针对刀扛到了。这波 OB 效果还是很不错，又倒角落，那就属于那种纯 OB 不牵制，硬拖，把那个密码机尽量的拖到一个保平。还有个回响，一会儿可以卡一下回响。 哎呀，2个人很惬意在海边漫步啊！这一波我觉得可以先处理小雨啊，手上愿力也够。哎，走位躲掉一个壁，但是这里跟过去感觉要被打了。飞轮在木压，但是还是倒了。密码机的话也是差不多3台半，挂人还需要一段时间。这里。 一个漂移的羊驼飞过去了，这交道具去赶路修机，然后大副再过来套个化险为夷。这样打的话，确实拖出了不错的时间，但是挂飞一个人以后的话，这个容错很低啊。你前期的道具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对，而且你半状态你修不了，就在脸上。哎，这波没看到大副过来吗？就想击倒。对，因为他已经是已知交过绝处逢生嘛。 所以还是想要先管一下弓箭手。园丁太能做了，选择在外面逼一逼，想扛没扛到。那这样的话，这把其实捏捏的针对刀还是打得非常不错的，非常。因为有几波弓箭手过来，然后这波大副过去帮扛，其实他都没有扛到。嗯，哎呀，这把这一半的时间都在海边看海景来了，感觉在海边买大房子了。但这个时候。 技能好了呀，有传送的，2个半状态在外面还是很危险的。即使你是攻击到了没有绝处逢生的弓箭手，直接传大船过来，没有耳鸣，就看这个围楼能不能找到飞行家，好像是能找到的，大概拉点方向。刚刚没耳鸣，肯定是往大门方向拉的，再排，看到了。但密码机的话，其实还差一些。 刚刚交了道具赶路去破译的，所以手上道具就只有1个。交了以后，直接被击倒。在这个情况下，求生者还要多修1台吗？那密码机完全不太够啊。那这里的话挂上，那其实密码机真的差的有点多。对，而且剩的密码机这3台海边大船跟大船底都很远，你跑图去修的话都要花很多时间。 更何况现在大副也被前面逼的表救人交一个表以后没道具了，也就是说，而且另一台密码机也停了。这波即使救下来，也一定有一个人要倒地，要被续节奏。这波的话，想要先赶一下灵小的大副，直接击倒。飞行家走的一个方向离密码机也很远啊，救人又是救不了的。 就看能不能躲起来，让捏捏排不到，然后再摸个针扎一扎。但这里应该透到了吧？已经看到那个方向了。我觉得刚刚他有点太大摇大摆了，走的。而且这个地方是监管者能够去透的。再让修密码机的人过来救，那现在密码机全停啊！即使你能有机会偷下来，那密码机还是不够，还是回头能击倒一个。是的，就已经是恶性循环了。 偷下来了，不过还好，这波的话确实也是在排飞行家的过程中被人偷了。但没道具，你现在跛脚羊怎么牵制呢？笼子被拆掉了，那还能再拖一个围龙。一个漂亮的飞轮，再绕一绕，但这个围楼很难撑过去啊。
羊驼终于跑到木屋，修的还是修的才最少的那台，好绝望。林晓这个时候人又救不了，又不敢去修。他一修的话，捏捏这里就可以不守椅直接出去了，椅子上的人就跟挂飞没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区别了。但是木屋的话，因为你是确定在修的嘛，所以捏捏这边也可以先去赶一下木屋。对，他们应该现在的战术就是跑一个，我两边同时修，就看你抓谁，抓了以后我大不了就不起了，你爱挂挂。击倒。那这边可以去修一下。如果你要挂的话，他就直接走地窖吧。修亮了，这个林晓的位置还暴露了呀。你能摸的箱子就那么几个，大门一个，这个2条小破船一个，那位置一下子就排到了。只要再击倒就能4抓了，把林晓传过来，拿下4抓。这把其实能看到捏捏他本身围龙的一个熟练度还是非常高的。对的。就是感觉你休息一段时间，而且最近可能练台球手练的比较多，但是跛脚呢熟练度也还在。没错，这一局整体的一个思路，前期的一个布局是很好的。我开局该逼道具逼了道具，然后再去找你一个园丁。园丁虽然前50秒比较无敌，但是你能50秒修的密码机非常有限啊，而50秒一过，你就是个没道具的白板。对，而且你其实过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还是牵制上面，因为你愿力也是比较多嘛，牵制的时间有点太快了，实在溜不动。有110愿力，然后自己没有道具的情况下，在这种短板真的就是绝对的劣势博弈。是，其实后面的话，其实感觉园丁如果不是一直为了去导到海边，让弓箭手过来 OB， 反而是在海边板区能够稍微牵制一下，就不用说你牵制特别久，你可能弓箭手也是在附近等着嘛，然后你稍微牵制一下，如果能够把这个时间稍微再拖一点点，可能会更好。是，就是因为你如果说直接导到海边那边去，其实你愿力也是不用消耗的呀，一直打平地刀就行了。虽然这个其实过来 OB 了好几波，效果还是打出来一点的，但是你这个上限不够啊，你只是在求稳拖固定的时间，再加上16的时间不是很够的情况下，导致道具消耗了很多，拖了时间还不够。是的，如果说你园丁那边真的是能够牵制起来，你可能弓箭手在海边的密码机稍微再修一点密码机的小遗产出来，可能也不会像刚刚那样差的那么多。我觉得这把是这种打法的话，就是还是得队伍里面沟通的更好，然后思路更清晰。园丁就干脆蹲也不要蹲，就修就完事儿了。反正你来找我，我确实就是没有办法牵制，那我就倒呗。但是如果我又在蹲的情况下又被找到，然后又牵制不了，那其实亏的就比较多了。是的，看一下赛后数据，这把冉维是牵制了86秒，小雨是牵制了58秒，林晓破了204，牵制67秒，羊驼是破了211，牵制30秒。这把捏捏的话，命中求生者是18次，击倒11次。你看这一局冉维是破译的16，那其实你开局50秒落地破译的话，怎么也能破一个50的密码机嘛？就是选择来说，既然最后蹲，那就可能要蹲到一个找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觉得是这个海侧的更里面，对吧？靠近木屋那里面一个拐角，很多小模型，我觉得监管硬要排的话还挺困难的。而且那个点的话，我觉得它本身选择点位可能有点问题，因为本身它蹲的一个位置是在一些非常低矮的模型那里，就算你不是因为那个盾，你其实也是一眼就看得到了。它的那个桶太矮了，你要不就蹲一些稍微高一点的，旁边那个船也行，都会比那个桶会更好一点点。或者你蹲到板子中间，就不要蹲到太靠近那个桶了。但我又想到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淬火。以前红夫人那套打法，就是我开局你们都不敢修的情况下，对吧？先去消耗道具。哎，先去消耗道具，到后面反正我也没拿刀，我淬火一看，那你该倒还是得倒，对吧？我觉得跛脚羊带淬火抓园丁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是的，不过我觉得就抛开这个淬火不谈，可能你本身蹲的一个点位还是有待商榷的。对的，因为那个点真的太矮了，模型。是，而且盾那么大一个。那上来的话，第一局也是拿下了一个7比2，比分差还是挺大的。是的，7比2，而且是 Zoom 的一个主场。
那也意味着北京 WBG 不仅手握优势，第2回合还来到了自己可以选图的情况。那可以选一个自己监管者更好发挥的地图，然后求生者去保平，再由监管者去发力，亦或者选一个求生者能够发力的地图，监管者去保平，都是一个很有机会去带走2比0带走对手的一个机会。是的，而且第2局的话，还是北京的 WBG 选图嘛，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别的训练练的比较多的套路跟体系也可以拿出来。但我觉得现在尝一尝吧，现在的话可以试验一些啊。那比赛非常精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移形应该差不多好了，移形机枪都好了。好，守墓人在中场，有可闪了，有闪了，莫老师，快死了吗？不一定。哎呦我了，我先吃猫鹰再救你。OK， 我帮你打一个，你拉远20。我也来抢一会儿。加油，不死当然地下室就行了，一定不能死地下室啊。那我绕抢一个，绕就倒。牛逼！走！开！拆了！好掉了，踩到我。欢迎各位回到 COA 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怪咖，我是解说林芷。马上要进行的是由ZOO战队和北京 WBG 战队的 BO3第2局的比赛。那刚刚那局也是由北京 WBG 率先拿下了一个7比2。没错，那第2回合还是北京 WBG 的一个选图吧，就看一下选图上怎么打。这种的话肯定是要抗压的。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7比2是在第1局，而不是第2局。那这样的话，你后面比较简单的就是用2个5比3去翻。是的，就先抛开这个小比分差，小分不谈啊，就大比分肯定要第2回合去努把力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比分，我觉得可能在第1局来说也算是可以接受了。虽然说是比较大，但起码它不是在后面突然来一个这么大的分差。是的。那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别的调整，因为刚刚其实是他们本身主场选图选出来的一手湖景村，但我感觉求生者那边可能整体打出来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那来看一下第2回合的地图选择，是搬掉军工厂，搬了军工厂，选择了红教堂小地图。红教堂的话，其实感觉ZOO的监管者无期他本身，角色池还是挺合适的。因为他本身还有一手艾维杂货商这种。对，杂货商我觉得这个版本的一个出场率很高啊，就感觉有的时候比跛脚羊都要高了。对，人手拿，主要他也不太会进班，很少班，而且很多时候在第1局刚上来，他们不一定会去打跛脚羊，可能会去摇摆一些自己的绝活，或者是杂货商这种能够保平争多的。就感觉以前在需要监管保平追胜的时候，更多选择是鹿头，但现在杂货商是一个不错选择。它对于地图的一个破点能力太强了，即使是大房很安全的点，但开个门，对吧？你这个点就变成我的点了。或者是一些长板区，你可能2、3块长板本来是很好去绕点的，它直接开个门就变短板了。是，迷你板开到板子中间，那个板子就只剩博弈了。对。ZOO也是选择求生者上，先扛一波压。教堂，你的角色池还有比较多啊，就是看一下粉丝的一个应援，也是给回忆的一个应援。真的是得去调整一下了，因为你像冉维，我觉得他这2把园丁可能都稍微打的有点问题。对。你说操作方面确实比较有限，但是这个角色理解一定要够，就是你对这个角色，既然我是烂命一条，50秒你也不会找我，那我就干脆就是给队友做最后的贡献，对吧？我的牺牲是值得的，我贡献了1台50的密码机。也有一种可能是他平时练的角色不是像园丁的这种，可能操作起来会不太一样。然后最近是为了求生者的一个阵容体系嘛，所以去使用一个园丁。确实。所以说，每个选手无论是民间还是职业，还是要多扩宽自己的角色池，因为往往你需要去打比赛的时候，你不能按照你训练的那种想法来打。训练的时候，你能就是应对的情况可能就那么点，但是比赛的时候它是瞬息万变的。对，加上你其实求生者它本来就是4个人的游戏嘛，所以你可能还是得为团队多付出一些，考虑一些。那先看一段捏捏的赛前采访，
为晋级赛做的准备，以及对版本变更的看法。对于抽签的话，也是没办法，都正常打就行了，然后把该打好的打好就应该没问题。这次版本变动算挺大的，很多强势图谱都被削了，所以现在还是每把都正常打、认真打就行。求生者方面的话，他们肯定没问题的相信他们。就是相信队友，而且也要认真的对战每一局，对吧？不小瞧任何一个对手，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多去准备一下，因为其实前面也是过了一个年嘛，可能在轻松之余也是要多花点时间去打打排位啊，多单练一下呀。对，就总不能说你过了个年，然后排位也不打了，对，那你后面还是有很多赛程很紧的比赛的。闭目养神。其实感觉像这两个战队，第一局可能还是有一些还能提升的地方吧。是，尤其是 ZOO 的求生者的这边，因为你上来先给一个4抓，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能接受。但是现在第2回合当务之急还是调整好心态，去打好接下来的一局。就阵容上来说，小地图我觉得 OB 位还是要有的，得有一个追胜的能力，亦或者就像上一局的弓箭手，我觉得个人觉得发挥很不错，对吧？就是 OB 的一个成功率来说很高。搬的是先知加幻灯然后艾维也没得用了。喧嚣现在确实18秒太伤了，出场力比较有限，真的得，除非熟练度真的特别高，就那种特别绝活的喧嚣，高到天一样高啊！不然可能在前2局的优先级会比较偏低。上来2个角色拿得很果断，古董商还有气象，很贵的2个角色，但是强度确实也比较不错。后面是搬火灾调查员。火灾调查员一般是想打艾维的时候搬的多一点。对，也有可能是因为红教堂这个地图，因为火灾的话，气囊也是可以去帮忙堵门。哎，对，倒个教堂，然后2个气囊堵一波，可能能摇下来。那后续拿个救人位先，佣兵。不过民间战队的话，你像 ZOO 他们也是选择了把捏捏的艾维搬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实民间战队他们其实本身很多的对局是来源于排位嘛，可能比较适合去应对一些追击型的监管，但是控场型的话是比较吃你的磨合的。搬掉拉拉，来个教授。他们比较喜欢选那种1个稳就位，然后2个万金油，再带1个 OB 位的阵容。对，就每一局可能都会多带1个 OB 位，以防说你可能前期倒的比较快，或者是说密码机就差最后半台了。直接觉得杂货商跟歌剧哪个好打点？杂货商。杂货商，确实你单刀来说，这个阵容克得死死的呀。阵容，然后地图上面，我觉得杂货商可能也会更加舒服一些。不过捏捏的话，最后一手是搬掉了拉拉队员。其实他的班位我觉得都挺像艾维的，可惜艾维是被搬掉了。对，亦或者是怎么说？鹿头我觉得不太优先级太高，因为鹿头被教授克嘛。台球手也有点被动。但是相信熟练度，因为你想想，他最后一手搬的是拉拉队员，但是感觉如果是摇摆别的角色，可能不会去搬这个拉拉队员。就总的来说，这个班位是冲着控场型监管去打的，但是艾维又没了，女巫的话又比较危险，所以最后拿个台球手。看一下区域选择。这把的话是选择了中场的气象，小房的教授，左边3连的佣兵，以及100双的古董商。对，像台球手的主流打法就是我前期先不交击球点，
对吧？我先走一会儿，压迫求生者至少一个人修不了，然后后面再想办法击球点干扰到一台的机子情况下去闪现开一刀，开一阶，再用主球去击倒。不过最近的话，其实感觉台球手很多台球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上场了之后他就一直不用主球。哎，对，就放这个倒是挺奇怪的。放飞主球流，哎，看一下这把的天赋，哇，全是双弹，2个化险为夷。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张皇加挽留的台球手，没错。牵制台球手的话，就是双弹作用大点，飞轮反正也顶不了主球嘛。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由纵的求生者面对北京 WBG 的监管者解说林志解说怪咖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捏捏这边，想要先往3号机那边去靠一下。但前期应该也不太会用这个击球点，因为你用了你也很难拿到刀，有短板下个板子就行了。所以说先逼一逼。加上小推那边也是卡着一个教授，这样的话你开局是只有外面2个人在修的。对，最好能逼个护腕，破坏一下板子，然后这个时候 OK， 确定机子在摇，走过去吗？不过林晓那边也是没有选择去交护腕，所以这开局的话，其实节奏还是挺慢的。就相当于你是一台机开始才开始追击，就闪现好之前啊，都能先走一会儿。还是想要去过来赶一下小推，对，过来提前拦截，就看这个闪现博弈了。闪现开刀要是打到鳞片上，那就是崩完了，一节格都开不出来。但闪现开到刀的话，你后面有鳞片，主球控住你也不好交。看一下这个地方没交，要骗。羊驼这里也没上当。啊！直接抽刀了，闪现开都不用，那这个就有点伤了。对，惯性也没有啊，就纯走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拐弯能抓到吗？倒了，感觉。直接出来第一时间打的话是交不出任何东西的。因为他出来之后，其实他是有一个后摇的。那这样子的话，击倒的时间也是很快，而且你技能没吃呀。因为很多台球手他可能前期会先逛一会儿，然后等到闪现开刀，然后再去抓你的机会。但这个的话是直接被抽到一刀，省了这个闪现。是的，而且捏捏能看出来熟练度很高，多线程操作，就是自己在位移的过程中还能远程再来个新的一个封闭区域，把密码机封了。给一刀，你没吃出来闪现，你得一直防。是的。弹射跟惯性谁更快？对，冉维想过来帮一下，骗一下强风，主动帮队友吃掉，再扛一刀。那这样的话，他必须先跟佣兵补状态了，不补状态的话，那接下来的惯性会非常的恐怖。对。没关系，砸个头，你看还有10秒，闪现直接跟，再一个主球骗，一直贴身骗，2段骗掉了，抓住，然后再放再打。密码机的话，现在还差一整台，然后还有半台的遗产要补。但台球手的话，后期的控击能力有点，就是比较强。所以这个密码机一会儿可能也会再被干扰。对，看留的3台密码机千万不能是个3连，3连对于台球手来说太好守了。提前拦截，在古董商的一个面对这种走地单刀还是不太怕的。一刀想卡位，这里可以点刺点到板子中间，再砸一下。这波有人扛刀，没闪现，队友帮忙下板还挺难追，就看这个主球能不能把2个人隔绝开了。
这里的话，古董商继续帮。我这里焦鳞片顶到了，最后2台都在修了。接下来这样保下去，情况不容乐观啊！这样的话，其实古董商过来帮的这一波还是陪跑的比较成功的，但是又吃了一个抽刀，隔绝开了古董商。但这里还有一波 OB， 点刺走位扭掉，还有扫视，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还是能够直接先把教授挂飞。就是求生者终于意识到这张地图的南瓜是能挡刀气的。古董商的刀气，但这样过来，冉维还有道具被抓住了，那就交不太出来了。这把还是冲着一个平局去了，因为大门本身进度也是挺多的。对的。然后佣兵还有3个护腕，还满状态，这波是真没什么说法，控场能力太强了。这一把的话，其实离4人开门战就差一点啊。虽然教授没有这个回光返照吧，但是古董商后面是可以有3棍的操作空间，而且那个点其实感觉操作空间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其实当时古董商过来救完人之后，他们在墓地的前面3块板子已经是牵制的比较成功了，已经是陪跑到这个密码机只差30。可惜就是在最后，因为他是先把这个古董商抓了，然后再去抽倒了这个教授。对，这一把其实能看出来台9手的一个比较有限的地方，就是一旦是道具可再生的，像教授这种你26、36都能溜起来，你闪现交了，后面就是追击非常有限。真的，队友可以帮你吃主球，可以帮你卡板子，可以帮你扛刀。这种情况下，台球手是很难越过一个人去击倒另一个人的。是的，而且确实到后面的话，中后期因为它本身有个 OB 位嘛，所以你容错会变高。那你拖的时间已经是拖了非常多了，因为他们当时是有3台密码机还要去补一下的，然后新机的那台也是到了挺多的进度了。对的。那最终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这把的话，我觉得还是前期击倒的有点太快了，而且主要是你技能没吃呀，因为你台球手很多时候都是前期先去逛一下，然后等到你的闪现好的时候，我先去闪开你一刀，开个技能，然后再去击倒。但是这把的话，因为它是直接抽倒了，所以导致你后面技能都没吃出来。关键性的2个抽刀啊！那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这把羊驼牵制118秒。林晓42，小玉64，然后是冉伟27秒。这把其实古董商的一个陪跑做的还是不错的，可惜最后一波 OB 没有达到效果。是的，捏捏是命中了8次，击倒了4次，完成了一个平局。我们就看一下双方换边之后，北京 WBG 求生者如果说能够完成一个多跑的话，就会2比0带走；那如果说保平的话，就继续打。但是尽量的速那边监管者要去争一个多抓，才能把第1局的大分给他翻了。不然到了第3局还是比较乏力。如果说你这把只是保平的话，到第3局你可能要去翻的就是一个7比2的小分。对的，每1分小分都得翻回来。对于做的监管来说，得去拿一个能真多抓的角色了。他也有台球手嘛。然后艾维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艾维。红教堂其实艾维的发挥空间还是挺多的。一会儿是杂货商，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监管，他或许就是1v1，我追你一个角色的时候很强势，但是一旦队友开始陪跑了，一个人帮扛的时候，他就很有限了。真的，你像鹿头这个台球手，你看也怕扛，包括杂货商可以挡藤蔓的情况下，就很难去越过人追人。是的，因为你刚刚也是提到了鹿头嘛，你像鹿头的话，它属于是那种只要你扛到一个钩，你可能整个对决就不一样了。对，甚至说你一直陪跑，然后扛到2个钩之后，你密码机都够了。是，哎，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那些有 AOE 伤害的监管了，像邦邦是吧？包括雕刻扛不太了，还有这个聂西，聂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对吧？你这模型我可以跳过去，然后一个坠击。你像聂西的话，其实昨天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展现了一手的，就上来就先来一个4抓，还是应对职业战队的一个4抓，而且他那把4抓是在大副过来救援的时候抓到了机会，是手艺拦截嘛。
也本身你可能前期的牵制时间也不是说特别久，其实他们当时的那个阵容，我觉得已经是选的蛮针对聂曦的了，但是可能还是有点没有打出来效果。对，就是在绝活面前，可能绝活那边熟练度也是非常顶尖的，就过来就抓到了机会。没错。看一下吧，还是比较期待民间队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或许练了一手这个平时比赛看不太见的角色，对吧？你像一些冷门的角色，他比赛上拿下来就没来由的会期待他打好一点，就因为见的会比较少一些，比起一些版本比较强势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其实，在深渊可能登场率会比较高。你平时在常规赛的话，会登场率比较少，大家都是冲着那些版本角色去的，很少会突然掏一个绝活出来。是。那看一下双方换边。你像深渊期间前面的那个海选阶段，然后在这个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阶段，会特别多民间选手，就可以看到很多绝活。是的。想要过客的神级镜头。看一下导播老师了，这个就是看导播老师的发挥。OK， 导播老师给你了。是过客，其实换了发型以后，确实感觉不一样了。对，他这个也是藏了一手，因为他是在之前打完季后赛就已经换的发型嘛，但是那个发型一直都没有露出来。是。然后他路过别人的那个摄像头，还要拿衣服蒙着头，我真服了。要真的没想到他还要蒙着头走过别人的后面，然后导致你在队友的那个摄像头那里也看不到过客的发型。可能就是想在打比赛的时候给观众们一个惊喜啊，这个挺有惊喜的，挺惊喜的。因为之前也是另一个发色嘛，然后头发比较长一些。是。去看一下这局，因为目前的话，其实对于两边来说都还挺有机会的。如果说监管者能多抓，那就能翻一个大分，继续打第3局。如果说求生者能够多跑的话，就能够去2比0带走。在上一场北京 WBG 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属于2比0带走的嘛。来看一下谁是全世界最可爱的鼠波啊！大家可以手势比一下答案。OK， 都比了个1。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切一下，你说谁是这个全世界最可爱的家电，他们就选2了。啊，是，主要是要审题。对，要审题。那鼠波的话就选1。感觉现在也是吧，反正我们场馆是离不开这个空调的，越来越离不开了啊。感觉杨 Sir 这边还在嘱咐一些信息。现场的一些小姐姐们也打扮得非常漂亮啊。感觉好像真的是在安排一些东西，因为你看空调跟过客都是在跟他交流。会有什么特殊打法？这张地图还真的特别多，基本上所有打法都能囊括。对吧？除了那种高低差开枪，你像祭司的一个教堂中间也可以去开动辅助。快摇体系的话有很多点位，像红毯啊，像这个教堂中间是可以打的，然后包括跳板啊也能用上，就跳一些窗。先是搬掉了先知还有机械师，其实感觉啦啦队员还挺适合北京 WBG 这把的。搬的是跛脚羊，武器后面有杂货商。然后艾维拉队员都能去应对。有幻灯师的话，其实艾维是被刻到骨子里了。无论是谁，只要被人物投影以后，你这个侵蚀度满了，我先不晕，我等到我想晕的时候我再晕。对。空军补了一手点控，那现在是缺一个稳救位。搬大副。救人位的话还有很多选择，守护是在全局里面，前锋也行。佣兵，你看最近这个版本真的是佣兵的登场率很高。对，你可能之前他们是到第3局才会去考虑一下，只有某一些战队可能比较喜欢早一些拿佣兵。但更多的是偏向一手逃脱大师。是。
逃脱大师太容易被追了。但佣兵的话，即使现在护腕只有3个，也不太有监管敢去追。啊，你说什么大副啊、守墓人，可能这种黑白之类的排位能见到，经常去追，但你就很少见到排位的时候有个黑白啊，或者说这种追救人位的会去找佣兵麻烦。红蝶可能比较喜欢，以前雕刻家也喜欢啊，雕刻家确实也挺喜欢的啊。你护腕弹不出我一个雕像范围，我还是能加你。而且你弹护腕其实对红蝶来说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看武器有没有另外藏一些角色。打这个阵容应该就是以杂货商为主了，你要有一个追击，因为你打艾维的话，确实幻灯师太克制了，然后打其他的一个位置的话，也不一定能讨到什么便宜。歌剧的话也是以追击为主，也还可以。就是拼熟练度，歌剧是比较吃地形的，没有办法是像杂货商一样自己去把地形破坏掉。不过歌剧的话，其实像红教堂，它本身是属于那种板窗区会比较密集的地图，可能就会被迫交互，前期牵制起来没有那么难受。快踩还是得带嘛。阵容上面也是选的挺扎实的，就看他个人的熟练度了。其实之前看他打歌剧会打的比较少一些，对，就一回局内见真章，熟练度如果非常顶尖，是有多抓面的。选择上面的话是一个 T 字形的选择，中场一个空军。那这个区选择的话，前期要隐约一段时间了。红毯气象，红毯的气象它是可以直接跨越长墙的，比较难追。但是逼完道具以后，它是很有可能携带化险为夷的一个角色。不过左边也有个佣兵，那佣兵的话，其实感觉要不就是开局去逼一下，但是不会深追。感觉看都不看一眼会好一点。你逼他一个护腕跟大副还不一样，大副就2个，他逼完一个护腕他还2个。现在的佣兵都很省道具，救人一般不交护腕过来。是的，单化险为夷的阵容，然后求生者的话是2个飞轮，幻灯师带的是膝跳反射。是的，这把快踩带的也挺。现在进入到比赛方面，本场比赛是由ZOO的监管者对战北京 WBG 的求生者，由解说怪咖林芷为你带来 COV 实时赛况解说。过来想要先往佣兵那边靠一下，不过感觉就是路过，对，路过去找空军。不过过客这边是选择往小门1号去转点，对，看起来隐约还是比较丝滑的。而且这边本身密码机会被锁嘛，所以也不会干扰队友的一个破译。板子消耗的会比较快一点，一个反绕有影子可以回速，但回速大概率接枪，想骗枪。过客也是，哎呦，这兴奋好的比较晚。这里还要搏板，不过还好是搏到了这个抽刀。那第一刀开的很快，后面只有飞轮没有弹射，牵制的压力很大，留了个影子。你要交互的话，哎。但这里的话，感觉还是能够击倒。是的，1分钟的一个击倒时间。过客其实也是知道你可能带这个兴奋，所以提前交枪。但这个兴奋虽然没拿到刀吧，但是也没起到一个控制太久的一个效果。而且他往这个地方转，其实不是特别好去博弈的板区，他可能得是在墓地或者是转到1板1窗的一个方向，能够多牵制一会儿。
空军还是比较能坐椅子的，卡一卡血。这把的话，他们就只带了一个化险为夷，想逼一个护腕，这样给到近点的机会了，进板了。不过感觉空军这边因为本身飞轮也是在冷却期间，也没有什么道具了。如果要帮的话，只能队友过来帮。他自己如果单牵制是很难牵制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的。对，当然这个强风教的特别好，转到了墓碑的很多长墙。长板子还能玩一会儿，这波26绕回去还能再帮。对，又一个强风，节点都特别好。交的时候都是队友马上有危险的时候。那这一波能进板吗？要补。也过板，但是过来的话，感觉来不及扛了，来不及了。那就选择卡着吧，因为外面也已经没有这个化险为夷了。所以说接下来救空军一定会掉状态，而且没有化险为夷去硬拖时间，救人的风险是大于收益的。但这里的话，因为他也是知道在脸上的陶晚安大概是在哪个方向去卡人的，所以可能还是得去救一下，逼他救。有个飞轮能离子更近，这样吃一刀，救下来以后，只能去玩里面这个死亡板了，一踩就倒。飞轮再拖一点时间，差不多就倒角落了。对，挂的久一点。像可以找队友摸一摸，对吧？幻灯师确实对这种用实体刀拿刀的起不到一个辅助牵制效果。不过静物投影也相信帮了很多队友的一个破译。陶晚安现在的话得苟住才行。躲起来。但这波排得很准啊，57已经看到了。也是过来找到陶晚安。对。这波只有一波道具的机会，强风准确的命中，但没有推断隐跃啊。但是飞轮的话也还没好，这波只有一个小短板，又抽到了。最后2台也在修，感觉是能够修亮了再来救。看80那台，直接选择传送。不过传送的话。2个人都还是在这边3连的，太远了。他刚刚应该是知道4号机在修，太远了，对角线呢。这波再逼一逼，佣兵道具，交技能过去救人，有机会卡半。哇，回忆这几波护腕都交得很到位。不过这里还是要挨刀了。气象那边要过半了，过半了呀！而且这波佣兵一直在扛压，佣兵一会儿倒了以后，气象还得互摸一下，你不能让一个上挂飞半状态的去破译密码机。是的，还是得原地先调整一下。还好是回忆这波牵制的比较久，但这里的话也是要倒了。道具已经交完，这波选择直接走。他是为开门战做铺垫，把你佣兵的自愈耗掉，这样你开门战的时候，一个佣兵没道具又没自愈，可能会成为累赘。是的，而且他想管住的是这一排的3连，因为他们剩的3台密码机是小门1号、小房还有小推。对。幻灯师的话，牵制割据比较困难啊。这边板区也被消耗了一些了，没啥板子了。晚安，看能补充一个什么样的道具。这个时候，魔术棒嘛，魔术棒算是比较一般的道具了。继续抓幻灯师，佣兵想省个自愈，让队友过去摸一下。传送已经好了，这个时候他就是一直的消耗求生者的道具，然后只要等到人修，有人修的时候再传送过去控。不过他们是没有选择去补满状态，是让回忆单人去破译。发现密码机其实已经长达1分多钟没破译了，求生者一直在被消耗。
且因为外围的话，他们是选择了气象去翻箱子，然后佣兵自己去修小推给压力，这样的话可能还是陶晚安要去绕过去摸下空调。是上挂飞是这个时候只能做一个机动位，一旦破翼的话，那会被追到倒地挂飞。没找到佣兵啊，这波回忆卡的很好，要是他被找到了，直接击倒又可以过来管小门了。是的。 因为他当时是过来的时候，回忆并没有在密码机旁边，所以第一时间没排到。不过这波是看到脚印了。对，但是小推才是遗产，另一边机子其实是没什么进度的，踩了这个板应该就要倒了。但是他心里应该也是知道，刚刚回忆是被摸起来的。嗯，应该不太会挂。我觉得还是不挂吧。你如果要去管密码机，就趁着现在比较少的时候就管。哎呦，回速交了段隐月有点难受。 不过小门1号也是撒手了，就继续拖传送嘛。这把比分上来说，吴奇是尽量要多抓的，所以这个好的一个局势，他肯定要打得精细一点。空调这里也已经卡好位置了，见面交技能。 一个回速，这波应该是要挂了，因为传送好了，不挂走过去，求生者也会互摸或者躲起来。是的，挂了以后，那就形成一个什么？一个人必须修，一个人必须救。加上他其实击倒的一个位置是在墓地附近嘛，比较远，所以还是得先挂一波幻灯师。回忆有点小欧摸了个球，但这里的话，其实小推那边还没开始换，我觉得可以稍微再排一下的。 是，然后再捏着这个传送，哇，直接过板拿到了，那这样还来得及飞回去。但是人倒是能救，但佣兵已经叠满了战争后遗症了呀，现在自愈非常之久。还好是他还有绝处逢生，对，就已经倒过2次了，但是每一次都是陶晚安去摸的。哇，这歌剧的熟练度很高，幻灯师一直。 用投影也拖不开距离啊！这样打下去，机子没人修，已经是个2挂的幻灯师了。一个上挂飞要来救另一个上挂飞，而且那边佣兵也还没爬起来。这样打下去，开门战的传送也能拖好的。 也就是说，即使有机会3人开门战，2个上挂飞在脸上开门战速杀一个，还是有机会多抓。现在就是看3抓还是4抓的问题。但这波的话，因为卡的会比较满一些，而且是满状态先救的。打针对，得先等。很极限了。救完之后直接打幻灯师，直接打到了。 80多的机子敢强摸吗？得摸2刀才行。 我直接是震慑，但是这2个都是挂飞，对，所以牵到谁都一样了。无论牵谁都一样。密码机终于是开掉了，但是脸上还有一个陶晚安也是挂飞，而且佣兵那边从小推去大门很远呢，非常远。传送又好了，只有一个魔术棒，看这个魔术棒能不能断一波隐月吧。只有一个小短板了。 哦，一个漂亮的魔术棒挡掉了平 A， 再一个反走，但是不够深距。佣兵这里是万万不能点门的。是的，因为他很清楚点了门，这个点门的时间18秒，气象很难撑住。传过来往前排，好像能排到2名啊。这里大概是已经知道了，那就直接去找箱子就行。是。佣兵。哎，这里漏脚印了。一勾带6。 看到了，拉球，一个回速到脸上直接打。气象刚自愈，方向位置是知道的，不用管佣兵，因为佣兵已经没有自愈了，直接再去找。这把无锡的歌剧真的熟练度很高，而且这个思路也很到位，理解很深。是的，左边看到了，看到了。这把无论是排人的思路、追击还有操作都在线。 一刀下去，一个4抓还给北京 WBG， 大小比分打平了，7比2，还翻了个7比2。7比2，
我的天呐，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你还7-2那个还是个民间战队的7-2呀，后手上的一个歌剧4抓了。这个含金量真的非常之高，而且这把其实能够看到吴七他本身歌剧的一个熟练度，以及中后期控场的思路，一直围绕着小防、小推、小门的那台密码机去打，所以导致他们一直被击倒了之后，又只能去摸，因为他们不想去教这个绝处逢生，不然控场会更难受。对的，打疲于奔命真的打得太好了，对求生者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了解、观察都太到位了。主要就是那一波，其实他在挂飞第一个人之后，过去小门找陶晚安，那波找得太好了。迅速的排到了，而且他也是一直很敢于去传送，他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传送一好直接传小推，已经传了好几轮，然后导致小推那台一直是没法动。盲视野的传送，而且传送落地以后都能快速击倒人，然后手椅的针对刀也打得很到位。假如那一波扛到刀了，我们知道他传送应该是好不太了，密码机是一定能够的，只要扛到一刀，那说明3人开门战，那就不会有4抓的机会。是的，因为刚刚那波确实是陶晚安那边他是满状态贴过来的嘛。如果说你救完人之后是打到了陶晚安，那他们2个人都是半状态，虽然是挂飞，但是那边还有个长窗可以过去，然后拖到这个密码机压好，只需要拖10秒就够了。对。但是最后的话，他是打到了针对刀，而且在强摸的时候是打到了一个震慑，那2个都是挂飞，挂谁都没有分别了。对的。看一下赛后数据，这把回忆是破了194，牵制了95秒；过客牵制了111秒；陶晚安是破了100，牵制了133秒；空调破了247，牵制了76秒。这一局的武器是命中求生者23次，然后恐惧震慑3次，击倒15次。哇，这把的话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好，而且前期的话，其实他在追击过客的空军的时候，击倒的也是比较快的。且后面陶晚安过来帮忙陪跑，在墓地那边已经是拖了比较久的时间了。对。但是后期因为密码机也是要调了一下状态，然后又直接找到了半状态的人，所以导致这个节奏来的就很快，整体压迫非常快。而且其实最关键的那一波就在于他他没有就是迷茫任何一点的迷茫，因为监管者很容易在中后期续节奏的节点，他可能会犹豫，他想，哎，这个时候人会在哪里？他会思考一下时间，然后再去做决定。他没有，他直接就选择传小推，然后佣兵那么难抓，他也死抓。而且这把很明显的，他在中后期的这个所谓游龙是一个有效的游龙，因为他虽然说看到很多次他去逼一下状态或者道具，他都是有效的。对，就你该击倒的就击倒，该挂就会挂，不会说去花特别多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些无效的控场。他知道4号机有人在修，即使是静物投影让密码机没有摇动的情况下，他果断传到小推，因为他知道4号机那台是一定要的，而你如果提前撒手过去卡了个半，那么你4号机还得跑回去补。如果你修亮了救的话，那一定是不够的。所以这把的话，确实在中后期能够看到吴七这名选手，他整体的一个思路是很正确的，而且反应速度也是很快，加上他本身歌剧的熟练度，我觉得这把是真的有体现出来的。是的，是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这把追这个人是追多久，是影响你整个中后期控场的节奏的，他其实都是属于追的比较快了。而且你像佣兵那边交完道具之后，几波过去他都已经倒了3次了。对，就是在最合适的节点把最硬的骨头啃掉了。就佣兵这个中后期，你满状态、满护腕的情况下，你确实是很难处理，但是他处理得很到位。而且几波过来的话，确实把求生者那边打得有点疲于奔命。那先看看刚刚的高能回放。哇！喂，知道了。挡我挡。闪没闪现？过来翻板，过来翻板，有球有球没闪。死了！那我进第1块板了，我进第1块板。我往前走，我再回板子，我再回兵。起了佣兵，他有秒传的。一定得交球啊，交球！相信你会秒找我的。别打火。我去边下了，我去边下了。可以，别倒到。欢迎各位回到 COA 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怪咖，我是解说林芷。马上要进行的是由 ZOO 战队和北京 WBG 战队 BO3的第3局的比赛。前2回合可以说是
非常精彩，有来有回。第一回合的情况下是北京 WBG 在自己客场的情况下拿了一个7-2的领先，但第二回合没想到民间队后起也能够去翻一个7-2。是的。而且第一局的话，因为是ZOO这边的求生者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嘛，他们是属于就是上来直接被4抓了，所以到第二局的时候他们是求稳保了一个平，然后由监管者这边发力完成了一个4抓，还是后手的反手4抓。是的，整局打下来，其实我觉得北京 WBG 求生者也没给太多机会，真的没给他们太多机会，纯粹是吴奇自己的一个操作意识都在线的情况下，硬给拿了一个4抓。可能还是前期被击倒的比较快一些，所以导致这个节奏就滚雪球滚起来了。其实我觉得陶宛安那波陪跑已经是非常尽力的陪跑了，是已经是挽回了一定的节奏，但是还不够。后面排到了他的一个位置以后，就开始滚他的一个雪球了。是的，而且气象它是属于那种软辅或者是多带一个圈的位置，它其实并不是那种特别强力的 OB 位。所以已经是帮的挺多的，但是可能因为前期也是被击倒的比较快一点，然后又被找到了，所以导致中后期密码机差的实在是太多了。是，而且很关键的点就是他在一直打的过程中，把场景上的这个板子都已经消耗了，一直在小推跟小门，最后2台机那周围牵制，没有板子怎么牵制呀？对，到后面的话，其实道具也是会被牵制到了嘛。然后像佣兵，他因为倒的一个时间已经是挺多次了。导致你起来这个时间就更久了，包括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在于你道具可再生的位置又被割据克制，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拿自己的道具牵制太好。你但凡是个拉的话，你说不定交一交花球，监管者不太好追。你是一个这个进人物投影，你还得保自己的人物投影。对，那看一下第3局的选图。北京 WBG 是搬掉了不归零，然后ZOO是选择了一首里奥的回忆。里奥的回忆，这样的地图还是有一个很强势的玩具商。哎，两队的话，我觉得这个版本真可以抢的一个角色，只要是这个跳板用上，然后跳到2楼的这个楼梯上，真的就是一个大段节奏的行为。就会比较针对一些走地形的监管者嘛，而且其实玩具商这个版本，因为它是有被调整过的，所以导致说你可能对于队友的一个辅助作用也是更加强了。包括自保能力也非常不错嘛，有高低差的地图，玩具商都首先能保证自己的自保。看一下，因为7-2的话也是翻掉了，所以目前对于ZOO来说压力不是很大。这把也是ZOO的求生者先上，然后北京 WBG 的监管者先上，跟第2局是一样的。对，选边北京 WBG 还是想看一下捏捏能不能去突破一下对方求生。其实像7-2这个比分真的是比较难翻，而且很难翻到一致，你可能翻个5-3，就比较常见。对，那你翻到一模一样的一个7-2比较少见。哎。有点嗅到那味道了，是吗？哎，这边也是有一个轮换，看一下是板车上场了，换下了林晓。像板车的话，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绝活的玩具商。看一下它的数据，营业得分是7469，均牵制是6秒，然后救人次数1次，配件度是247，逃跑率100%。人如其名，板车嘛，你这跳板是吧？也是板车。所以说，这个玩具商绝活玩家上来，你要不要前2手就去摁掉呢？其实有可能，毕竟地图上面也是ZOO这边主动选择了一首里奥的回忆。我相信，如果说你前2手不选择去搬掉玩具商的话，他们会先抢。对，克制玩具商的，我觉得啊，心目中有2个人选，一个是红蝶，一个就是这个艾维。那先看一段羊驼的采访，谈一下对战北京 WBG 的心态以及准备。我感觉 WBG 是一支非常强力的队伍，因为他们队伍有果壳这样的399星人皇和陶宛安这种顶尖操作手，感觉他们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悍。如果遇到他们，我们会全力以赴的。也是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嘛。确实也是谈到了像他们比较强力的过客，还有陶宛安。我觉得他们调整的还是挺好的，因为第1局是被4抓，第2局是保稳求了个平。
要往这个职业选手发展的话，那其实每一位选手他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你的心态一定要稳，你实力够，你还得心态稳，你才能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像这个阶段，因为能够看到很多的民间大神去上比赛嘛，很多俱乐部他就会盯着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能打一下职业，就会去接触一下，会抛出橄榄枝。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对的。如果说有兴趣去打一下职业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去展现的一个平台。那以上他们本身也是主动选出来了一下里奥的回忆。我感觉这把应该得上一些套路了吧？感觉前2局其实是打一些万金油会比较多，但一般其实到了第3局都会去打一些准备的套路。是，像一些 OB 位啊也是可以的。这张地图你倒在2楼的一个窗口，那么快摇体系就可以发挥一下，或者 OB 啊也更好在那个楼梯口去发挥嘛。本身捏捏也是一个邦邦玩家，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手玩具商，就看他要不要选择手班了。因为邦邦其实他是有点难去处理玩具商的，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外楼梯经典的点位。是的，基本上你就硬吃炸过去跳1次，你都能活很久。对，所有的一个牵制的思路就想着怎么样能够踩板车，活着过去踩那个板车啊，就不要倒在黎明前就行了。对，现在实在不行，就是先捡个道具，再去踩板车。你说如果是个护腕的话，还能弹个护腕去踩，也很吓人。你这个板车你还必须处理，不处理的话，可能兜一圈又能用。看一下上来前2手，这个搬了。先知跟玩具商，也是比较了解对面选手的。是勘探要不要抢呢？因为你现在弓箭手、古董商都没了，要么就是咒术师。感觉这局是可以拿勘探的，就是看一下他哪一手去拿。换的是入殓师，还是以求生者想要去求稳保平为主，并没有说在这一回合想要去争分，也有可能就靠个人的一个牵制，搬掉了火灾，再去扛刀，搬火灾，画家。入殓加画家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也是非常能够增加你可能下野之后的一个牵制时间的。对，就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入殓被追了，我画家甚至可以开局来扛，我扛死了没关系，你入殓师活了，等于是我有画又有灵柩，对吧？远远的我让队友卡满就救一波，以后第2波直接反身，有个这个以上的淘汰进度的一个互动。最后一手是搬掉了逃脱大师，然后选择了守墓人。其实逃脱大师跟入殓师也有配合，我先挪过去啊，当然配合不好要出问题了。对，但现在应该大家都是有前车之鉴了。哎，有前车之鉴，真的，这总有先驱者。其实前面的话，好像是在第1天的比赛里面吧，有看到入殓师就是开门战的时候留了2个灵柩。哎。对，灵柩帮队友反2波，最后去达到一个平局或夺跑嘛。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你前期第一时间没有反应出来最优解，后面就破解不了了。所以说入殓师你前期不处理 ，OK， 那中后期就是你的大麻烦。看一下年年选什么？哦，喧嚣，18秒喧嚣。喧嚣的话，幻灯师好像还挺克制他的。喧嚣的话，可能这把要去带一手移形，不然你可能入殓那边也有点难搞。对。但喧嚣的话，感觉打这个阵容并不是特别好下手啊。是，有点压力。喧嚣还是以这个追击跟手野拿节奏为主嘛，但现在这个18秒，也就是说你3个18秒下来就已经是60往上了。选点的话是把入殓师放在了大房，然后喧嚣选在2板1窗，中场的画家，这个的幻灯师以及2板1窗前面的守墓人。悬念上来说，秋生还占了一点便宜。你前期去抓守墓人的话，风险很大。我们有见过这个
溜喧嚣溜得很好的守墓人，就是前期我先震颤嘛，去拉开距离，后面再用铲子再抵挡伤害。看一下天赋上面是张狂挽留的喧嚣，2个飞轮，幻灯师这里是没带飞轮，操作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只有一个化险为夷。年年这里也是张狂挽留，快踩。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由ZOU的求生者面对北京 WBG 的监管者解说林芷解说怪咖，为您带来3V实时赛况解说。就是冲着冉维的救人位去嘛，看一下冉维对于守墓人的一个理解了。前期有生具，下好铺垫板和双重惊喜。对，但这边的话是没有上到。好，上到了。这一波可以先把右边这个板子给它踩了。这下一波下铲跟这个双重惊喜的冷却基本上是有点同步的啊，双重惊喜还快一点。看一下这个铲子能下下来吗？下到了，下下来了。被打出来的位置有点差。对，这个地方的话，平地要上2个镜下标记了。3D 刀有了。其实感觉还是铲子被打出来那个点有点太差了。他太想走位去躲最后一个标记，导致自己的一个身位是离板子比较远。一个移形到脸上，下一个铲子先不着急交，一下子上到2个标记，过来把铲子极限下来，双重惊喜打出来了，还能上标记，上一个架住在这里。又偷偷上了一个，最后差一个焰火。这个绕场谢幕直接击倒，一人开2阶。那接下来的救人，基本上就是救不活。还好已经是画好灵柩了。直接反吧，直接反吧。这波感觉也没有人有空过来去管一下这个守墓人了。如果有灵柩的话，肯定还是他先反好一点。接下来反身以后就把他卖了。画家要过来陪跑。但陪跑的话，其实守墓人这边已经是把铲子都交完了，没有牵制道具了，感觉比较难去拖出来有效的时间了。这个绕场谢幕跟都晚了一小步啊。过来也是帮砸了一个板，能拖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但是问题是你现在画家其实也是相当于没修的。对，密码机很慢，而且刚刚是入殓师提前过来看了一眼画灵柩，所以入殓师机子也慢。击倒以后，应该是想要交画柩吧？交画柩卡血，尽量把外面的2台的密码机破亮。但外面差的还是有点多。想砸头的，但是这波自己卡了一下位，没有办法。刚好到板子中间看画，得卖了。但是你看有2阶的情况下，喧嚣的一个击倒速度就很快了。而且这波的话，油罐那边是一个入殓师，本身灵柩已经是交过给守墓人了，所以他自己可能也牵制不动。移形好了。直接空中飞人过来。上到2个标记了，想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在补入殓师那台。对，哇，这波大短翻，没有回光返照啊，2个人都没有，所以只要是开门战的时候一直在针对一个，还是有很大多招面的。看一下这个飞轮想躲。牵制了很久，一下子伤到一下伤害，打个头，最后一台应该快有人补了。
已经碰上了。对，但这边入殓师其实已经是坚持了很久了。羊驼一直在拖，他是坚持到外面修完，然后跑图过来去补自己的大遗产。直接倒角落，队友也没有贴过来，直接选择贴大门去了。但是他现在大概是知道有个人刚刚修完油罐，所以他跑的一个时间有限，而且你要绕走的话，你不可能往300这边绕，你只会往大房那边去绕。对，一个移形直接抬中间，再看两边，没有选择去看画家的位置，想双重击起定一下，画家已经反走了，2幅画交了以后也有移速加成，感觉是先能把人救下来的，再往回走，看到脚印了。但应该能救下来，没有双重惊喜，一下子上2个标记，先救下来。想先抓画家，但画家这里是有飞轮的，而且救下来入殓师还有灵柩。飞轮，窗台还能拖，这样打下去会不会有风险呢？移形已经交过了，万一感觉有点危险啊。还行还行。能把人牵起来，没有画上灵柩。假如再拖个20秒，让这个羊驼画上这个画家的灵柩，再走到大门去招一下，那就真的崩了。我感觉如果能反一波，已经是挺好的了。对。那最后拦不了大门了，是一个平局收场。不过这局其实还是有点风险了。嗯。因为感觉打到开门战，其实本身有移形，然后有挽留的情况之下，还是平局会比较稳定的。但是后面因为救下来之后，你入殓师的机制，入殓师他会多一个灵柩，那这个点画家又刚好用飞轮去消掉了一波惊吓标记，其实很危险。是的，如果他在那里被秒的话，再回头快速处理掉入殓师也是有机会多抓的。但最大的多抓面还在于那个开门战的时候，第一个移形，如果再往右抬一点点，能听到那个耳鸣，那画家救不了人。嗯。因为他当时也是移形过去了之后，第一时间还是交了一个分身，然后才去定到这个画家。但是那波其实，因为你是进入了 CD 状态嘛，所以导致画家那边已经贴到椅子面前了，也就没有办法在外围去打一个拦截。我觉得这个画家开门战的时候交了2幅画，有那个移速加成很重要。对，当时也是离椅子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还好他也是要先上惊吓标记，在没有双惊喜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是花了一点时间的。对的，但是下来之后，其实那波飞轮真的是交的很关键。嗯，拖了一波伤害，卡了一波伤害，拖了很久的时间。而且他这波不仅是保护了自己，如果说你被处理得快，那波不是飞轮轮掉了惊吓标记，他被击倒了的话，那波可能不会挂去找那个入殓师，还在脸上呢。嗯，对。那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这把牵制最久的是冉维守墓人115秒，然后这把板车基本上没见过监管啊。小雨是77，然后羊驼67秒。捏捏是命中了32次，击倒了5次，完成了一个平局。是吧？捏捏的一个追击的熟练度还是很高的。然后求生者应对的也挺好，因为如果没有第一波灵柩的反身的话，外面又没有化险为夷。而且是面对一个2阶的喧嚣，2阶喧嚣我们知道打双倒能力非常强，甚至没有化险为夷的话，你来救人就是白给，就是又打双倒，你那个人也活不了。还好他那波因为也是入殓师提前看过了守墓人，所以说是帮忙灵柩反生了一波。对，而且后面画家的陪跑包括救人都是小赚，对吧？陪跑的过程中没受伤，然后救人的时候自己也没受伤。是。这个也是小雨他本身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嘛，因为这把其实他的画家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陪跑没掉状态，然后过来救援的时候也是，甚至说后面也是有一个飞轮，然后轮掉了那个惊吓标记的说法，所以入殓师才会跑掉。如果说那波是快速被击倒，没有牵制起来，可能2个人都要被架在月亮门了。对的，包括这个入殓师后面没有灵柩，也在3板拖了很多时间，把密码机最后拖到亮了。他其实也是想要去把那个大遗产油罐车的入殓师赶走，结果没想到没有快速击倒，所以是拖到了开门战。他当时没有专心的在追这个入殓师，他一直在有意无意的回头看一下小门有没有人来补。他想看一下近点的画家会不会先来补一下这台大遗产。而且你到外面密码机补完之后，还是得要去修那台80多的油罐车的。他也很清楚，虽然你这个时候牵制的入殓师是没有灵柩的，但是
假如快速击倒入殓师，队友救一波，下一第一时间他又有灵柩了，对吧？又能照一个，所以说他更想追的是画甲，而不是入殓师。那现在双方换边，感觉对于两边来说，平局都是一个挺有机会的对局比分。只要突破对手，就能拿下比赛胜利。然后平局的话，就要进入加赛。师姐，我们昨天已经加了2场赛了。如果我们今天这场加赛就是连续加赛3场，就怎会如此？又是我们破纪录了，破纪录了，2天加3场，而且是连续的，中间没断过。对，看一下吧，这一场。总的来说，到第3回合还是求生者会更多的去发力了，但现在监管者能拿分的，而且能拿出来的还有很多。对，而且两边的话，其实感觉前面都是有失误的嘛。那你像北京 WBG 刚刚第2局被4抓了，那其实也是有失误的嘛。那你像第1局也是自这边求生者被4抓了，是，然后也是给每一位队员贴了这个表情包啊，很可爱。所以感觉得看一下了，因为其实感觉他们今天你说打得特别好吧，也稍微有点失误，但你说失误很大吗？也不是，也没有，也有秀的地方。对，更多是小失误一些，然后被对方抓住了，对方又打得很秀，因此去做一个突破。这个慵懒兔其实可以先暂时离开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陶晚安的应援啊。我们这次那个解说席前面不是放了一张慵懒兔的赛事收藏卡吗？对，然后慵懒兔他就2比0，为什么？就是那个朝神说的是负得正了，那我们被影响了呀。我觉得就是给赛事组那边提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换了？哎，可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看到的。不过这场比赛的话，确实打得非常的精彩，因为我们平时很少看到那种7比2也能翻，有见过，但是会比较少。是。而且刚刚那把4抓其实打得真的特别好，他本身操作在线，然后思路不断挡。因为很多时候呢，监管者他要考虑的比较多，你可能想的太多，他操作会变形。对，或者是说你光顾着操作，思路那边跟不上。战局一旦拉长的话，监管者难免会有一点思路断档，但是上一局的武器打得太好，打得特别好，就感觉他的歌剧也是打得行云流水。对的，看来后面又得防他的一个歌剧了，得翻啊。可能这个就是他前面那场比赛没有展现出来的，是，但是自己其实熟练度很高。那如果说不是到那种我一定要去争的对局，他就先不拿出来，先去你以为我去打一些常规的追击型，什么使徒安啊、杂货商，其实他还藏了一手那么高熟练度的版本角色。是，说不定还有惊喜，就看这一局了。因为这一局如果纵想战胜北京 WBG 的话，还得监管者去拿分。来了 BP， 下先知肯定不会放。班的机械师哦，反正就是我在，你这陶晚安就别想拿机械。感觉3局的话也是一样的，守2位的班位。班跛脚羊跟杂货商，而且感觉刚刚艾维放出来了，那要去选克制艾维的角色，我在调查员可以抢一抢。刚刚也是翻掉了机械师之后，教练那边抬头看了一下对面求生者，看有没有一些反应。先来一手囚徒加法罗，那这个的话就是针对你的艾维去了。是，修的挺快，但囚徒的话，感觉还是要靠个人的基本功啊。但囚徒可以放一些比较安全的位置，像大房。对吧？有高级卡2楼的陶片。好，逃脱大师来了，又开始了他的一个赛前舞蹈热身。那最后一手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缺一个2救位的。医生如何？但是医生没有人能保他，所以不太作为一个好的选择。感觉医生不如那些修得快的 OB 位。对。因为你本身囚徒跟法罗其实弓箭手呗，弓箭手被搬了，那就是飞行家没选择拿 OB 位了，拿个2救位。
因为这局的话，其实是如果平局是有机会加赛的嘛，所以这把我觉得可能带2个圈会更稳。因为你2个圈如果前面势头不对，其实2个圈套下来的一个时间，能够把这个对局拉到密码机差不多压好。对，2个破1位的阵容，那么你无论怎么抓，还有一个破1位在外面，能保证密码机修够。那现在对于吴七来说，就要考虑一下艾维，还是说再换个其他的一个角色。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他还有没有别的角色熟练度。他要是再拿一个喧嚣出来，那就很吓人了。但喧嚣的话也不太怕吧，这个阵容不太怕。主要喧嚣有点怕速修。而且有逃脱大师啊，逃脱大师是比较能够反制到喧嚣的。已经开始期待他的角色池了。或者台球手。其实本身他在前面真的是没怎么拿过歌剧的。艾维台球手2选1，亦或是鹿头。台球手感觉稍微好一点。台球手。台球手了。因为你如果说要去打艾维的话，有点顶着这个阵容去打，是，就感觉没有太大必要。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角色池有储备的，就可以去换一下。而且他之前暴露了有艾维这一手，所以求生者是很有可能带多飞轮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来一手台球手，飞轮对我没有太大作用啊。你除非能去木压他的个平 A，对吧？主球该吸还是吸。吸到了以后，我可以不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有飞轮反应空间，不放出来就跟着那个轨迹走的话，你连飞轮都没机会交。对。而且因为台球手他被就求生者那边被主球吸到之后放出来，他是有后摇的。你那些飞轮啊、道具啊都交不了。是。而且这张地图，我自己打台球手的时候啊，很喜欢小门那3连，太近了。你说小门来一台，然后木来一台，在附近再来一台，太爽了。看一下去选择，是选择了中场的飞行家、小木的逃脱大师、大房的囚徒、2板一双前面的法罗。我觉得台球手其实开局是可以去抓一抓飞行家的。首先，飞行家道具耗完以后，基本上是溜不了的，其他人也没办法在救人的时候给飞行家更大的2溜空间。2是他是最有可能携带第2个化险为夷的角色。排位啊，排位有见过单化险为夷的法罗，但是那是太少见了。那可真是太少了，太少了。还有碰到过那种单化险为夷的作曲家，就当时交出这个化险为夷的时候，满脑子问号。就监管者那边感觉也是意想不到，张狂挽留台球手。果然2个化险为夷，然后2个双弹飞轮。不过倒是也没有单带飞轮，那也还行。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比赛是由ZOO的监管者对战北京 WPG 的求生者，由解说怪咖林芷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上来先往中场靠一下，不过空调那边是已经选择了直接上外楼梯，对的，可能也没有什么去追击的想法了。毕竟带化险为夷，首先要自保。陶大师也不站出来去顶着破1，因为太危险了，他也是很好的一个追击目标。不过武器的话，前期也是不着急，因为现在技能还没好。过去把过客的密码机封住，前区就先跟着，先把人找出来，现形了以后再追击。对。就是看第一波能不能短板搏一道，没搏一道的话就闪现开刀了。张狂的都是闪现开刀，提前交。哇！但这里的话，闪现直接命中了。
交2个香薰手杖，还是被闪现开了一刀。那这样的话有点伤啊。虽然下一波进隐身很快，但是进了隐身以后自己没道具，感觉这里有点危险了。而且2板1窗的话，其实板子已经是被清了。有主球，还反绕到了身具。在这里反绕到了很长的一飞波。轮，主球一打，那只能倒角。倒角落了。倒角了。其实前期的话还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击倒的。而且那波闪现是真的挺精髓的。是的，很敢开。假如不交那波闪的话，那闪现就只能16秒后再去交了。那这样节奏就完全不一样。往中间挪，让空调来套第一个化险为夷。再封一下，那机子还是能够回退一波的。尽量的卡血。但可能你要指望他去进行下一波牵制也是比较难了。是。这波主球不往大门机子打嘛？其实可以打一波这波16秒的。波克的话是选择倒到了3板附近。最后2台都有人在修了，那可以做到的就是桃大师套了化险为夷以后可以扛，到时候就很恐怖。你隐身又还有个烟墙，一个主球过去，看能不能给他抓回来。已经看到了，那就很难命中了。迷烟炉。既然有被动，可以卡到比较死的血线。是的，而且卡久一点，等到你化险为夷的时候会比较好压这个开门。哎，这好像失误了，击球点没有把那台密码机封住啊！而且有囚徒的情况下，它可以平衡2台密码机的一个进度，这够了呀！就看能不能打到针对了，没回过反照的。是的，再来一个迷烟炉。没打到，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开了。根本不知道人在哪，太恐怖了。4人开门战，找到了，有闪现，有一个飞轮看闪现，但是还是虽然要倒，但是倒的离椅子远一点了，而且门的话已经在点了，就看小门能不能点开。感觉小门应该是能点开的，因为等到你挂的那个时间。那大门一定够开啊！大门是比较远的，是的，近点门管不住，远点门也管不了。这一局是个3跑局。哦，那也是最终2个门都点开了，完成了一个3跑。恭喜北京 WBG！ 最后一局，这局确实是打得很精彩。是的。其实刚刚的话，可能无期能够针对到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回光返照那个法罗，可能还是有点机会能够去拖到加赛的。但是那波其实逃脱大师也在帮，所以导致他第一时间没有找到那个法罗的位置。就迷烟炉再加一个逆技，这融合了5魂。不过这把的话，其实已经是打得非常的精彩了。就我觉得有一点是他得让。逃脱大师那台密码机更慢，就是第一台的时候，他在整个化险为夷期间，他的主球是没有运用的。他当时如果主球直接打到逃脱大师那台是逃脱大师那台机子会更慢一点。对，期间的话，你想想，整个化险为夷20秒，他这个主球冷却16秒，手椅的环节主球也用不太到，那一波是完全可以把主球打到大门的一个机子去的嘛。不过这把的话，因为他们本身的阵容可能破译的也是比较快一些，所以导致最后密码机也是够了，也是把这个没有回光返照这一点给它规避掉了。那你没有说提前淘汰的话，可能到了开门战也没有底牌嘛，带的是张狂跟挽留，闪现还交在法罗的身上，这个就比较难去争一个平局了。对的，对的，而且后面过客的一个关键性飞轮，假如那个飞轮没有挡掉闪现的话，小门是有机会守住的。是的，小门可能就差那么几秒的一个时间。不过今天的话也是能看到无期，他其实在第2局的一首歌剧的发挥，以及第3局也是有角色就是台球手这个角色池的熟练度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监管选手，就看一下
回去好好复盘吧。是的，那北京 WBG 的话，确实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在最后一局是完成了一个3跑。其实今天感觉他们在第1局跟第3局，可能求生者那边发挥的会更好一些。第2局可能也是因为被击倒的比较快嘛，而且中后期被控场了，所以导致被4抓了，可以回去再好好调整一下。是的，也是可以很多地方再精益求精一下。那看一下赛后数据，就把回忆是牵制了35秒，破了115。过客破了41，牵制86秒；陶宛安破了232，然后空调是破了187，牵制19秒。那这一把57命中求生者6次击倒3次，最终北京 WBG 求生者3跑获胜。这一场确实也能看到台球手他比较有限的地方嘛，就是你即使前期追击不错的情况下，但是整个求生者的一个对密码机的规划很好，那么你就很难再去后面在手椅的环节再把密码机控住。你会发现最后2台，一个是2满1窗，一个是这个角落，2台都离很远，而监管这边又得去木屋牵人回来挂，整个过程是很花时间。在整个过程中，其实他也是没有怎么去管到密码机，所以导致说你可能这个场就有点控不住了。对的。就打台球手其实也是慢慢的会研究一些这个角色的弱点，然后做此应对。我觉得北京 WBG 是有理解到这一点。是的，看一下刚刚的精彩回放。我来报，1行7、6、5、4、3，看到了吗？看到了。给震慑了，我给震慑，给机会了。OK。3把上高。6、8，先卡住，卡了我了。这个换头师绕那个大房那边方向去。来了，我来了，闪好了。闪了，黑球，还连了个线啊！他这黑球还连了个线，得救了。哎，救了！哎，空了！给小我的不会降，能量接亮吗？我要翻窗，能量接亮吗？别杀我！小鱼在。也是听了一下刚刚的一个精彩回放的局内这个沟通啊，很激情。所以感觉也是配合的比较到位一些。是的，因为其实看下来的话，确实两边都还有一些可以去提升的点。然后像北京的 WBG 的话，因为他们在第2局的失误也是比较多一些嘛，那可能后面也是调整回来了，完成了一个3跑，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对的，就目前来说又能往前挺进一下，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接下来的对手的一个比赛，然后再研究自己该复盘。如果再有一局胜利的话，好像就晋级了。所以说，对，准备一下，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最佳演绎。感觉应该是求生者这边，监管者场均淘汰2.67人啊，第1局的一个4抓非常之关键。确实，因为捏捏的话，其实他第1局跛脚羊是有一个4抓嘛，所以数据上面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对的，平均淘汰是2.67。主要求生者的话，你像陶宛安，他在第2局的时候也是发挥了挺关键的作用的，然后前面也是有一直帮忙陪跑。感觉两边都发挥的非常不错。对，因为今天的一个表现就是稳中带秀，一直保持一个平局往上。求生者固然第3回合的一个3跑很优秀，但是第2局毕竟也是给到了一个4抓。最终 MVP 给到了捏捏。捏捏那边也是先完成的一个4抓，突破了局面。对的。包括他今天表现出来的一个角色熟练度啊，喧嚣的熟练度也非常强。跛脚羊更是不用多说，而且还有这个版本的新角色台球手也有不错的一个理解。就看一下后面通过比赛、通过训练再去精进一下，会变得更强。是的，那求生者这边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不错的配合。也有一些可以去提升的空间，感觉北京 WBG 的话，其实在 A 组出现的一个形势还是比较明朗的。目前来说比较明朗，所以说更得小心谨慎的去打好每一局，因为你现在能够快速的出现，好处是非常多的。你可以慢慢的去研究其他未来你可能的一个对手，如果你因此失利，或许你得到了教训，但是你也可能因此要暴露更多后面的底牌，毕竟我们整个比赛有很多个赛段，你得去藏一些底牌，藏一些套路，去应对后面的强敌。对，该藏的还是得藏，然后还是要保持着一定的训练强度跟排位强度。那现场采访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月明。首先恭喜北京 WB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邀请到了空调和捏捏来到赛后采访环节，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WBG 的捏捏。大家好，我是 WBG 的空调。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啊！先来问一下两位，离晋级又近了一步啊，和自己预想的节奏有出入吗？目前打下来看，感觉过程有点曲折，但是结果还可以啊，结果是非常正确的。那空调这边呢？没有。没有 ，OK 啊，我们看过程不看这个，看结果不看这个过程了。那来到我们的游戏中来聊一聊，先来湖景村这张地图啊，问一下空调，其实首追到你的空调的木偶，你自己对于这个情况有预判吗？有的。啊，但是我看到你非常非常秀啊，确实是有备而来啊。当时3台1闪全部拿下，一个路易一只猫，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波牵制思路吧。就放猫边路易就行了，然后。正常6，如果沉默了就失去躲那个，还有一个加速就行了。刚刚我们在台下对问题的时候，不是还说了跟那个谁单练了的吗？对吧？当时赛前跟武志单练了一下。啊，对对对，为首熟耳啊！那来到最后一台的时候，其实木偶淘汰掉这个2手节奏是一个关键期嘛，也想问一下那一波队内的节奏是怎么打算的？因为剩的3台还蛮远的。就是因为古董商刚救完我。他半血要去起那个第5台电机，但他半血肯定以躲为主，所以他当时躲在小船里面，然后一直没被找到，然后再派教授去起那个大船电机就可以了。啊，思路真的非常清晰啊！来到我们的4抓啊，那我们来着重聊一下这把打完之后台下超大声的许哥神了，来问一下许哥，我们这个开局逼掉怀表之后直奔海边，也想问一下前期是怎么打算的呢？本来是想找飞行家的，然后他在等电击，然后找到园丁了，然后园丁死了。这样子过程已经全覆盖了，但我们还是要来着重问一下这波非常秀的淘汰园丁的过程啊。先来问一下，到海边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忙碌的园丁啊，忙点好啊，那一波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呢？卡好时间，然后等他盾消了，直接拿1刀就好了。对，刚刚的好啊。那到海边的时候，其实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当时弓箭手是一直在 OB 的，也想问一下，咱们对于弓箭手这波 OB 是怎么处理的这么好的呢？好吗？好的，好的。先打针对嘛，然后打不了针对就省笼子，然后杀弓箭。确实。打掉了就是英举。执行的非常棒啊！那到了2手节奏这边，其实淘汰园丁之后又是作何打算的呢？因为传送其实真的超稳健，击倒了我们的这个飞行架。无脑传送，然后传送落地看到人就没问题。看到人就没问题 ，OK 啊，了解到了哦，这也是帮玩家的心路历程。传送只要看到人了，那这波就稳了。那来到了红教堂这张地图，也想问一下，因为捏捏这边啊，其实教授是一直捏着鳞片想跟你博弈闪现，但没有想到一个漂亮的抽刀直接就拿到了。也想问一下，你这一波博弈的心路历程会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前面其实一直在就是吓他，然后在那儿捏道具，但是不吃压力啊。就是后面就直接不跟你博弈了，不博弈了，直接抽刀接主球，稳稳的拿下。那其实3挂教授之后呢，古董也是虎视眈眈的跟着在后面啊。那一波心里在想什么呢？追着你走啊！要被打死了。就这样，但是最后还是稳稳的挂上了，对吧？就像刚刚捏捏说的，结果是对的。那来到了求生这边啊，也想问一下，在教堂啊这一波。过客有一波高燃26在墓地啊，问一下当时队内对他的这个安排以及他自己的麦里会是怎么样的呢？本来打算的是救一波救死墓地，准备气象2救，但突然能26就让刚开电击的气象去帮忙。超额完成任务也是非常非常棒。那来到里奥的回忆这张地图啊，问一下我们的喧嚣这边面对的这套幻化组合啊，会作何打算呢？避他锋芒。避他锋芒啊！那感觉的话，作为监管者，随着我们的幻灯师的加入，也想问一下，给监管这边打法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幻灯师大人。
打不过我绕着走。绕着走，尊重，走开，再见。那来到球生这边，也想问一下，其实开局的时候，台球手没有找到回忆，去找法罗了，那一波队内大概有怎么样的应对呢？就是正常吃闪6轨就行了，因为当时外面都是秀很快的，然后就2波电击，有机会压好不打运营。确实是压得非常好，到最后一波的时候，其实回忆救下来人，赵大房那一波也非常精彩，相信大家也是记忆犹新。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波来无影去无踪，大家的队内配合是怎么打出来的呢？就是救人丢烟，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找不到了。不知道怎么，反正一切就是这样子顺理成章的发生了，我们也是顺理成章的拿下了比赛啊。那其实北京 WBG 的比赛从一开赛到现在一直都是很备受瞩目的，我们的粉丝朋友呼声也是非常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讲的呢？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年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2位来到我们的这个赛后采访来，谢谢大家。那再次恭喜2位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2场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